瓦兰吉卫队也称北欧卫队，是一支拜占庭帝国的皇家禁卫重装步兵部队，主要由迁入南俄草原的北欧诸民族组成。瓦兰吉是这支部队成员的自称，而这个词源自古挪威语的誓言，用来代指宣誓效忠于他人、遵守叮嘱的规定，并平分获得的利润的团体。此后，拜占庭把所有的北欧人都泛称为瓦兰吉。大约在8世纪时，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原住民维京人开始向欧洲各地迁徙，并袭扰掠夺各地的沿海城镇，其中一支进入东欧及当代的俄罗斯境内，并一路南下直到黑海沿岸。在9世纪，维京人的一支击败了当地的斯拉夫领主，建立了基辅罗斯公国。尽管在罗斯境内，但他们的北欧血统有别于当地的斯拉夫人，文化也截然不同。尽管最后被斯拉夫人同化，但瓦兰吉卫队依然保留了鲜明的北欧特征。拜占庭第一次接触罗斯人是在838年，双方通过黑海进行贸易。此后，在860年，罗斯人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在高墙下无果而终。双方订立了和平条约，其中一条规定拜占庭可以征募罗斯人作为拜占庭士兵，但双方都各怀心思。907年、911年、945年，罗斯人多次与拜占庭作战，双方各有胜负，屡屡签约，屡屡爽约。在967年，拜占庭为了进攻保加利亚，用15000磅黄金买通罗斯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从背后袭击保加利亚人。罗斯人大获全胜，并夺取了保加利亚东部。但在971年，基辅罗斯大公斯维亚亚斯托夫又进攻了拜占庭帝国的色雷斯地区。拜占庭皇帝约翰一世率4万部队击败了罗斯人，并摧毁了保加利亚首都普利斯拉夫，俘获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二世，并将罗斯部队包围在德里斯特拉堡垒。7月，罗斯人投降，签订合约，同意在必要时向拜占庭人提供军事支持。这一时期，罗斯士兵开始作为临时部队加入拜占庭的陆军，甚至是海军作战中。但是拜占庭此时还没有常备的罗斯佣兵军团。在约翰一世暴病而死后，拜占庭陷入到了巴尔达斯·斯科莱鲁的叛乱。尽管在刚刚释放的巴尔达斯·福卡斯的指挥下，继任的巴希尔二世击败了斯科莱鲁，但986年，斯科莱鲁趁巴希尔二世在保加利亚战败的机会，返回拜占庭继续叛乱。次年，福卡斯也自立为帝。988年初，巴尔达斯·福卡斯领导的叛军逼近君士坦丁堡，准备从海路和陆路对其发动攻击。巴希尔二世向俄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求援。此时的弗拉基米尔正希望有一种宗教可以帮助他信仰繁杂的国民统一思想。曾经去过君士坦丁堡的他，深深为东正教堂的宏伟所震撼，因而同意了巴希尔二世的要求。988年春季，一支6000人的罗斯军队进入拜占庭。989年4月13日，三方在阿比杜斯交战，阿尔达斯·福卡斯阵亡，叛军被击败。而那支来自罗斯的由瓦兰吉人组成的军队则留在了拜占庭帝国。巴希尔二世将他们编制成了一个勇卫的佣兵军团，担任皇宫护卫。瓦兰吉卫队就此建立。在瓦兰吉卫队建立的10世纪末、11世纪初，正是拜占庭军事实力复兴的顶点。而在巴希尔二世的率领下，这支作战极其凶悍的重装步兵部队和拜占庭的皇家禁卫重骑兵一同作战，而不是像之前靠军区训练不足、装备较差的农兵作为步兵主力作战。瓦兰吉卫队有自己的领袖，这位领袖直接向皇帝效忠，并负责指挥部队、分发军饷、寻找兵员、补充兵团等工作。在早期，大部分的士兵来自南俄的维京人，或和南俄维京人同宗的诺曼人。随着诺曼人在1066年征服了英格兰，拜占庭也有了来自英格兰的昂格鲁萨克逊人和昂格鲁丹麦人加入了瓦兰吉卫队的记录。亚历克修斯一世将克里米亚半岛南部分封给英格兰人，这块领地被称为新英格兰。此外，瓦兰吉卫队的领袖在作为拜占庭皇帝的重要封臣的同时，也是诸维京人中重要的领袖之一。很多时候，他们会离开瓦兰吉卫队，处理自己部族事务，比如挪威国王。曾经在征服者威廉之前入侵英格兰的哈罗德·哈德拉达，就曾经是瓦兰吉卫队的高级军官。瓦兰吉卫队的士兵可以得到每个月10到15诺米斯马的薪水，即每年5/3到5/2磅的黄金。此外，他们在作战时分得的战利品比例也很高，甚至还有一个不太现实的传言，说拜占庭皇帝会让他们肆意掠夺自己的行宫，作为给他们的额外奖赏。哈罗德·哈德拉达据称在此种活动中收获颇丰。
瓦兰吉卫队很多时候使用自带武器，他们惯用被称为丹麦大斧的传统维京双手战斧，而非拜占庭人卫队装备的罗姆法牙剑。这种特殊的武器甚至成为了他们的标志，因而也被拜占庭人称为持斧军团或持斧卫队。据一些资料，瓦兰吉卫队必须配备有盾和罗姆法牙剑，但据他们另一个绰号把剑背在右肩上的人推断，他们似乎很少使用配发的剑。一些卫队士兵也会使用剑，不过是自带的剑。瓦兰吉卫队采用重装甲，如配备有铁质圆头盔、护手、护颈的全身垫甲。此外，瓦兰吉卫队也会使用盾牌。在较早期，他们使用直径3到4英尺的粘结圆盾。此后，在12世纪初开始和大部分拜占庭步兵一样采用征形盾。由于是皇家卫队，瓦兰吉卫队可能兼有仪仗队的作用，因而瓦兰吉卫队还配备有绯红色的盛装，用于在重要公共场合穿着。卫队的高级军官还可以获得剑柄镶金的剑作为赏赐。不过，瓦兰吉卫队的名声在希腊并不讨好，除去希腊人本身对他们蛮族出现的蔑视，他们的贪婪和跋扈也令希腊人不满。此外，瓦兰吉卫队的好酒在拜占庭军队中颇为知名，很多同时代的希腊人甚至戏称他们为酒囊。但西方大部分瓦兰吉卫队的轶事传闻都源自返回家乡的瓦兰吉卫队士兵。12到13世纪，瓦兰吉卫队的诸多传闻开始在北欧传开，这些传闻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瓦兰吉卫队成为了西方世界中知名度最高的拜占庭军队组织。在1261年尼西亚帝国光复君士坦丁堡后，瓦兰吉卫队依然存在，保持着一个较小的数目。1341年，约翰五世在位时，有记录显示，皇家卫队包括500名持斧的蛮族人。尽管直到1404年还有关于瓦兰吉卫队的记录，但没有记录证明他们是否参加了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守城战。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